呀，这姑娘不好好赶海赚钱，去救这个小女娃，被浪淹没了。哎，看这样子呀，估计是活不成了。大姐姐是为了救我才被浪卷走的，海神妈祖庙，求求妈祖保佑姐姐醒过来，求求妈祖保佑姐姐醒过来，求求妈祖，求求妈祖。好孩子，醒来。姐姐醒了，谢谢妈祖，哎呦，谢谢妈祖，醒了，谢谢妈还真醒了。妈祖，陆琪，念在你一片善心，本座赐你一双透视黄金瞳，可以看穿整片海洋。妈祖给我的透视黄金瞳，让我看穿整片海洋。谢谢妈祖，谢谢妈祖。有了这双透视黄金瞳，我就可以赶海赚钱，等钱攒够了，就可以找回失散多年的妹妹了。哎呀，太好了，是我太好了，没事了。姐姐，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小琪呀，还以为你活不了了呢。我福大命大，活下来了。姐姐大难不死，以后必有大福。好了，小妹妹快回家吧，以后不要来海边这么危险的地方。回家吧。好了，海滩退潮了，我们也赶紧去看看今天有没有货。好，哎，小琪，你这身体今天能下海吗？没问题。那走吧，走吧，走，赶紧过去。这青蟹个头都蛮大的，每只能卖500块呢。这里有5只，今天起码能赚2500了。小琪，我们经常去那边，根本没有货，你还是来这边吧，这边看着就不少海货。哎呀，是啊，这边海货多。没事儿，我去那边碰碰运气。行，走。1只，2只，3只，4只，5只，2500到手了。哎呦，小琪啊，你还真捡到好东西了。这几只青蟹起码能卖2000多。我们在那边捡了半天，就捡了些不值钱的蛏子。我也是运气好，碰巧抓到一窝青蟹。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去看看能卖什么价。贾叔，我今天抓了一些青蟹和别的海鲜，不知道你这儿收不收？青蟹，我这就缺青蟹，你竟然抓了这么多青蟹，看着个个都是1斤往上。多亏了这双黄金瞳，让我收获这么多海货。我看了看，这青蟹最值钱，青蟹我给你2500，其他加起来给你算500，直接打包价3000，你看能接受吗？行，贾叔，你给的价格跟城里差不多，我也不还价了，就3000。行，我这就给你拿钱。好嘞，叔，那今天谢谢你了。没事，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以后有啥好货记得还来叔这儿就行。那我走了。好。没想到第一次就赚了这么多钱，明天努力利用这双黄金瞳挣更多。妹妹，姐姐有了透视神眼，可以赶海赚很多钱。等姐姐攒够了钱，一定会找到你，让我们姐妹团聚。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好的车，应该是个大老板吧？也不知道来咱们村干什么。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建强，我是强盛集团的董事长。哎呦，强盛集团呢？强盛集团我知道啊，就是餐饮界的龙头企业啊。这老板来我们这里是要收我们的海鲜吗？是这样的，这次到虾溪村呢，除了收海货，还想让各位去海滩捡些珍珠。我想做成珍珠项链，送给我的夫人。1颗珍珠呢是1万，要是能一下子提供20颗珍珠，我再加10万，一共30万。哎呀，这值钱了！光1颗珍珠的钱都够我赶海2-3个月的收入了。就是啊，这要是20颗都找到了，哎呦，30万放在平常都是不敢想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找到，及时与我联系。哎呀，好。今天我就要用黄金瞳找到天然珍珠，得到这30万。哎呀，这找了半天，
一颗也没有啊！咱们这赶海啊，捞些螃蟹、蛤蜊还行，这珍珠从来没见过呀。是啊，珍珠啊，那都是深海里的蚌啊、贝类的东西，都是养几年才能有的稀罕物。我们这海滩恐怕是捡不到啊。只要找到20颗珍珠，就有30万。那边的礁石上面有一窝。马上就涨潮了，不能去。没事儿，我就去看看。真是要钱不要命。找到了，真的找到了！1颗、2颗、20颗，而且每一颗看起来都是圆润有光泽。太好了，这就能挣到30万了。怎么样？有人捡到珍珠吗？张总，你一颗珍珠1万块，这钱我们是想赚，可没地方下手啊。是啊，找了大半天，一个也找不到啊。哎，张总，您看看这些行吗？这破贝壳海滩上到处都是啊，一看就没有珍珠。我们这要是能产珍珠，我把滩涂上的泥巴全吃了。小姑娘，你确定这贝壳里有珍珠？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哇，还真有！哎呦，真的有啊！真有啊！真的是珍珠啊！快看，那颗那么大，那么圆，光泽真好，太好了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珍珠呀！是啊，这怎么可能？从那种破贝壳里，20颗，正好20颗，大小光泽正好啊！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找到的？我叫陆琪，就是运气比较好。去礁石旁碰巧看到的，觉得这个贝壳比较特别，所以就敲下来看看。你这20颗我全都要。姑娘，这里是30万支票，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随时兑现。多谢张总。妈呀，这30万就这么到手了？陆琪走了什么天大的狗屎运啊！礁石区我也去过呀，怎么就没注意到那些破贝壳呢？凭什么呀？我们在泥水里边打滚10几年，也赚不了多少。她一个小丫头片子，一来就挣这么多，以后可不能小看这丫头了。姑娘，多谢你，那我们走了。太好了，半天就赚到了30万，那我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店，就能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存下更多的钱。老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你最喜欢的珍珠项链。老公，我已经没几天活头了，你还花这个心思，浪费钱。哎呀，不浪费，给你的什么都不浪费。来，我给你戴上试试。哎呦，很漂亮，这条项链很适合你。怎么了？会不会太重？不舒服？不，这条项链让我的身体轻松了许多，我现在胸口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一些。老公，这个珍珠项链把我的病治好了。真的？真的吗？戴上这条项链之后，让我变得有精神。这条项链你在哪里买的？我在虾西村一个姑娘手里买的。老公，我们得准备厚礼去谢谢她。去，我们现在就去。海鲜店开业第1天就有一只小猫咪。哼，你是流浪猫吗？你好瘦小啊。猫咪一下子长这么大，看来妈祖升级了我的能力，让我打捞的海鲜有治愈的功效。那我就收养你吧。可以用这个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的海鲜店。锦绣龙虾3000一斤，大黄鱼1688一斤。好了。哟，新店开业就敢卖这么贵？小丫头片子，你这是什么金玉银虾呀？敢卖这个价？抢钱啊！就是，陆琪，
别以为你走了狗屎运，捡到几颗珍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开个店就想跟我们抢生意，还定这么黑心的价？你把来买海鲜的街坊邻居都当冤大头啊？反正你卖这么贵，也不会有人来买，趁早关门，否则我们哥几个帮你把铺子给关了。一群大男人为难一个小女孩，就是嫉妒人家赚了30万，故意捣乱。胡老板，各位老板，我的海鲜和市面上普通的品质不一样。这些海鲜都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对身体有好处，懂的人自然会来买。海鲜就是海鲜，还能起死回生当咸蛋来吃吗？故意搅乱市场，我看你就是找打！给我把他的破店砸了，把那些不知道哪来的臭鱼烂虾给我扔出去！是，老大，砸啊！怎么办？他们要动手了，不能让他们砸了店。住手！强盛集团张总。是那个餐饮界龙头的强盛集团。陆小姐，恭喜你新店开业，我们特意过来看看，想当面谢谢你。你就是陆小姐啊！自从戴上这条用你找到的珍珠做成的项链，我这身体呀，一天比一天舒服。连之前一直负责给我看病的主治医生都说，我的恢复情况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陆小姐，多谢你救了我夫人的命，这里是100万谢礼，希望你不要嫌少。陆小姐，你店里的所有海鲜都由我的强盛餐饮全部包了，就按你标签上标注的价格，我给双倍。双倍价格，强盛全包了，这可赚大发了。从明天开始，我会派人每天准时到你的店里取货，我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找陆小姐的麻烦，谁敢动她这里1分1毫，就是跟我张建强过不去。不敢不敢，哼，滚！张总、张夫人，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好孩子，该是我们谢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陆小姐，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你的海鲜啊值这个价。如果再有什么麻烦，你直接跟我联系。这是我的私人号码。好的，张总，谢谢你们。那我们走了。本地餐饮的龙头企业强盛集团成为了我的合作盟友，我相信很快就能赚大钱。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的货了。好的，陆小姐，麻烦您在这张单子上签个字就可以了。好。又该去海边捡点海货了，可是店里就没人看着了。不行，我还得招人帮我看店才行。小琪，婉儿，你怎么来了？小琪，这是我这几年存的一点钱，我知道你一直想找妹妹，虽然这钱不多，但也算是我的心意吧。婉儿，这钱我不能收，你怎么突然来给我送钱啊？这几年我一直在赶海，也挣不到什么钱，所以准备去城里打工了。赶海本来就比较看运气，你也别灰心，再多转转，说不定就遇到什么好货了。我感觉这里有东西，你看看。小琪，黄油蟹，这一只可值500块呢。是啊，你再多挖挖，应该不止一只。还好刚刚用黄金瞳看到了这边有好货，让婉儿先增加点自信，然后问问她愿不愿意去我的店里上班。刚好我店里现在正缺人手，婉儿就正合适呢。小琪，你真厉害！你说这边有货就真的有，3只黄油蟹能卖1500呢，比我赶海半个月挣的都多了。
要是每天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那就不用去城里打工了。婉儿，你要是不想去城里打工，可以来我店里帮忙。什么？你店里？你开店了？就是村口那家海鲜店。村口那家海鲜店，我听说可是和强盛集团合作的，你也太厉害了吧！就是最近运气比较好罢了。我现在那个店里正愁没有人帮忙呢，你愿不愿意来我店里帮忙呀？工资可以给你每个月1万。真的吗？这可比去城里打工还要赚钱呢，小琪。哎呀，正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你又对我这么真诚，所以啊，你值得。谢谢你，小琪，你也太好了吧！哎呀，好啦，应该是我谢你才对。陆小姐，你的海鲜在我们张总的饭店都卖爆了，我们想多进点货。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海滩上的好货不多了，麻烦帮我给张总道个歉。那好吧。小琪，你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对啊，我一个人捡的东西有限。现在海鲜但凡经过我的手，都可以有治疗恢复的作用。我可以去海滩上收购大家的海鲜，再经过我的手，就也可以卖上高价了。我可以去海滩，把村民们赶海捡到的海鲜回收给我。这个主意好。哎呀，大家听我说，我现在需要收购大家的海鲜，拿到我的海鲜店去卖，不管什么海鲜，通通都要，价格好说。哎，小琪啊，你看我今天捡的这贝壳和虾怎么样？可以的，王婶儿，就是还有点少，您再多捡点，王会儿一块给你结账，您看可以吗？哎，好嘞，好嘞。这才开店多久就来收购我们的海鲜，看给他能的！你这人，人家小琪辛苦开的店，就是比你有能耐。这小姑娘看着也不大，肯定不了解行情。她是我们海鲜，价格肯定很低。对呀，就是她一个小姑娘家，这才开店多久，能给什么好价？我说大伙别被她给骗了。对，对呀，让我干活吧，干活。我相信小琪，他都说了价格好说，肯定不会给低价的。我相信小琪。你看看怎么样啊？能值多少钱啊？王婶儿，你捡的这些蛏子真不错。这样，连同其他海鲜，我一共给你600块。600？真不少，这么多。连同其他海鲜，我一共给你600块。600？我看这也就值400多，600是不是太多了？不多，王婶儿，您信得过我，把海鲜卖给我，我自然不会让你吃亏。哎呀，太谢谢你了，小琪，以后我的货都卖给你。这比我3天挣的都多，这比收购站给的还多呢。是啊，你们不愿意相信小琪，现在被打脸了吧？小琪，你看我的货，我也卖给你。好，来看看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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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卖。张总，今天怎么亲自来了？你的海鲜啊，我们大家都爱吃，你是我最重要的客户，我必须啊亲自跑一趟来感谢你啊！哎，今天的货多吗？今天的货呀是够了的。我现在不止自己下海滩，还会收我们村里其他人的海鲜。哦，后面几天海鲜啊，我给定了，这是定金。好的，张总。那是强盛集团的张总。听说这家店刚开业的时候啊，人家张总就来庆祝了。难道这家海鲜的招牌吃了包治百病是真的？张总都亲自来采购了，那肯定是真的。我也要去订，去晚了就没有了。我也要。那陆小姐你先忙着，我就先走了。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好，张总您慢走。哎，好嘞。大家不要急，今天都能买到海鲜。婉儿，你做好接待。哎，好嘞，想要我们海鲜的往这边来。我要，来。
小齐啊，我们现在的海鲜越来越不够卖了。以前是散客少，现在自从我们的招牌打出去之后，散客也越来越多了，根本就供不应求呢。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我现在每天去海滩上只收咱们村的海鲜，怕是不够的，还得再多收点。恐怕我们需要一艘渔船了。只有海滩上的货，很快就不够卖的了，得赚钱，买船下海捕捞。渔船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海鲜可以卖了。只不过，渔船需要大几十万吧？我们的店刚开业，没有那么多钱。我先去试试，把隔壁村的海鲜也给收了，我们多赚点钱，买一艘渔船。王婶儿、李婶儿，小齐，那个隔壁村的人，你们有认识的吗？有啊，怎么了，小齐？是这样的，我想把隔壁村的海鲜也收了，只有咱们村的海鲜还是有点少，不够卖了。没问题，改天我给你介绍隔壁村的刘婶，她是他们村子认识人最多的。不用了，王婶儿，我就不再认识新人了。到时候我直接把钱给你，你就带几个人一起去隔壁村收海鲜。你们呀，就按正式的价格收，我给你们双倍的价格。小齐，你说这话，你收我们的海鲜价格已经高于普通价格了。是啊，小齐，你这姑娘真是太善良了。应该的，王婶儿、李婶儿，那你们愿意替我去隔壁村收海鲜不？没问题，愿意呀。就是，何况我们村子和隔壁村离得又不远。好，那就先谢谢婶子们了。我每天还是定时来这里收海鲜。没问题，交给我们了。我的海鲜好，先看我的，你也看看我的，我的海鲜也好，一个来，看我的。哎呀，一个来啊！哎呀，我这个排好队啊！哎呀，别急，别着急，这虾，哎呀，不错，真好啊，不少啊，这很多是吧？挺好的。哎呦，哎呀，小齐啊，你看怎么样？隔壁村的海鲜也收回来了。是啊，王婶、李婶儿，你们辛苦了。不辛苦，我们今天啊收了1500的海鲜。好，那我就直接给你们3000。哎呀，3000！哎呀，来收钱。哎，好啊！哎呦，3000块钱。小齐，你看你这孩子太辛苦了，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好，婶婶们，你们放心，我会注意的。行。太好了，我刚算了一下，咱们半个月赚了50万，已经攒够买船的钱了。50万？恭喜你啊，小齐！有了这艘船，我们就可以出海打鱼了。我联系一下张总，看能不能介绍卖船的人。太好了，张总帮我们联系好了，等3天后我们就有自己的小船了。太好了！来，婶子们，你们之前打捞的海鲜就直接送到我店里吧，我直接让婉儿给你们算钱，我就不来了。那为啥呀，小齐？村民们在海滩上捡的海鲜还是太少了，我买了艘渔船，准备出海打捞。哎呀，小齐，你太厉害了，都买船了。那有没有人跟你出海啊？你自己会开船？这我还没想到，我也不会开啊。哎呀，我家男人可以，他以前啊就是出海跟人家开船的。真的吗？那太好了。那王婶儿让王叔来当船长吧，我给他双倍工资。哎呦，小齐，你太好了，这都是应该的，而且是婶子你帮了我。小齐，我老公啊，以前也是开船的，对海域啊也熟悉一些。那太好了，那让李叔也来吧，我也给他双倍工资。好，我回家呀就跟我那口子说，他保准来。好，哎呀。小齐啊，我们经常来这片海域，右边的海域有大货，
要不我们找找看？行，李叔，那就听你的，去右边。好，老王，往右边海域去。哎，好嘞。哎，小齐啊，就是这方圆10海里，就是不知道这具体的大货在哪儿。我们要不等等？这里有一群黄鳍金枪鱼，价值还挺高的。李叔啊，咱们就在右边下网吧。感觉海里应该是有货的。看着海面上也没什么特殊的，会有吗？李叔，相信我。小齐这么自信，听我老婆说小齐很厉害的。行，听你的。这一批的海鲜品质很好，黄鳍金枪鱼200元每斤。看看这些鱼，一条都是100多斤，又有野生大黄鱼，这个头都这么大，能值5000元每斤。就这2样就能赚不少钱啊！准备收网了，小齐。好。哇，小齐，你真神了呀！这片海域都是大货呀！是啊，我第一次随渔船出海，就碰到这么多的野生大黄鱼。光是野生大黄鱼啊，就值30-40万呢。这是金枪鱼啊，黄鳍金枪鱼，每条都在100斤以上啊，也值30-40万了呀。碰巧运气好罢了，还要多谢各位叔叔的帮忙。怪不得你婶儿回家总是在我面前夸你，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我跟婵出海这么多次，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盛况啊！这一船货都值100多万了，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婉儿，我跟你说，这次出海我们一共卖了100万的海鲜。100万，恭喜你啊，小齐！所以我打算每个月都出海一趟，这样才能挣到钱。好啊，先忙吧。哎，等我再攒点钱，就让张总帮忙在城里打听打听妹妹的下落。这老这些海鲜，哎呦！快看，这车好啊，这是好车啊！这谁呀？哎呦，这谁呀？这么好的车，这是哪个老总？不会来找我们帮忙找稀有海货吧？应该不会吧？就算是他要海货，我们这海滩上也不一定有呀。去，找人把你们村长叫过来。哎呦，这找村长干啥呀？这看谁呀？这是这么大的派头啊！你们都听不到雷老板说话吗？怎么都站着不动？这一干什么呀？啥事儿啊？你好。我就是下溪村的村长，不知道今日老板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就是村长啊？行。我叫雷胜，是来找你谈生意的，对你们村啊大有好处。啥好处？好大的口气，有什么好处？干啥来？这个老板什么来头？还跟村长谈买卖？就是。雷老板好，不知道我们村有什么是您需要买的吗？听说你们村啊落后很久了，我是本市最大的开发商，帮你们村子拆迁改造。拆迁？放心，这个价格呀好说，肯定不会少给你们的啊！拆迁呀，这改造啊！我可是听说这片海滩最近出了很多海货，等把村子弄走，这里面数不尽的宝贝就都是我的了，就可以还上之前开发欠的债了。咱们村子都住了拆迁改造，拆迁就要拆迁，这能得多少钱呢？主要是拆迁了，咱去哪呀？这他说过来拆迁，这样事靠谱吗？要改造啊，这还真是个大事啊！李婶、王婶，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小齐，你可算来了！雷老板说要帮我们村改造呢。这个雷老板呢，还说价钱好商量啊。主人，这个开发商是坏人，就是想要霸占资源的，根本不是帮助村民升级改造。
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开发商为了霸占资源，拆了我们的房子，那妹妹以后回来就找不到家了，不能让妹妹没有家，我一定要阻止他。你要开发我们这里，你有证书吗？证书还在办理。我告诉你们，我可是给你们钱的，还给你们改造房子。你们要是不乐意，那就是不识好歹。连证书都没有，就说给我们钱帮我们改造，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想帮我们改造，而是要把我们都赶走。也是小齐说的有道理，小齐说的有道理，这分明就是想把我们赶走，我们走说的对，真不像话。我们雷老板可是本市最大的开发商，胜利地产知道吗？那就是我们雷老板的。这样，我出1个亿。我出1个亿啊！1个亿，1个亿啊！天哪，真的假的？哎呦，1个亿呀！我们一家到手就是100万，这数字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同意拆迁。这每个人分到我们手中，都够我赶1辈子海了。我也同意拆迁。这老板还帮我们改造房子，还给我们钱，我也同意拆迁。我们村不能拆。哎，小姑娘，这有你说话的地儿吗？就是毛还没长齐的小丫头。村长，你可别听这傻丫头胡说啊！雷老板给我们可是1个亿呀！村长，我们村真的不能拆迁啊！我认得你，你不就是村口那个开海鲜店的吗？你是有营生能挣钱了，凭什么不让我们有钱？就是，怎么这么自私啊？就是啊，不让我们挣钱，自私啊，真是的。村长，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连证书都没有，竟想把我们都赶走，他肯定有问题，我们不能听他的。阿是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不能让他再说话了。小丫头，你怎么说话呢？我们雷老板言出必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就是，看雷老板那么大方，肯定是想帮我们过上好日子。哎，村长，你可别犹豫了，雷老板给我们的可是1个亿，这可不是小数目呀。不就是1个亿吗？我可以保证，在海底创造出1个亿的价值。就凭你，还有那艘破船，就想创造1个亿的价值，你做梦呢！我有透视异能，只要有大船，3个月就可以捕捞价值1亿多的海货。3个月，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哼，好，那就这样，小姑娘，你跟我们签一个对赌协议，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3个月内你挣不到1个亿，到时候我就找人来拆迁。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守护住村子，等妹妹回来。好，我接。这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3个月挣1个亿，怎么可能？挣1个亿啊！好，那我们3个月以后见。不识好歹。小齐，你有办法吗？1个亿可不是小数字啊！李所放心，我可以的。行。只是靠现在的小渔船可不行，渔船出海一趟，只能在近处的海域捕捞，捕的东西还是太有限了。我得买个大船才行。大船可以去到深海海域，再加上我的异能，肯定能捕捞到更多更值钱的海货。张总，今天怎么来了？是这样的啊，之前我给我夫人买的那个能治病的海鲜，能打包成礼盒吗？可以啊，正好我们前段时间刚进了些礼盒，您看您是什么时间需要？你现在能打包吗？我一会儿去医院探望一位朋友。可以的，张总，那您稍等，我去给您包装。直接刷卡吧。好嘞，稍等一下。张总，礼盒需要写小卡吗？不需要了，就这样。那我先去了。行，那你慢走。好。老张，你来了。快躺着，别动，别动。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周总，你我都老当益壮，不能说这种话啊。这次因为什么住院了？还是老毛病。老天爷看我造船挣了那么多钱，该……别，
这种不吉利的话就别说了。我给你带来了特殊的海鲜粥，这个海鲜啊能治病，对你啊有好处，你可以试一试。这海鲜粥这么神？你还信不过吗？我夫人住院期间啊，吃的就是这个海鲜，恢复的很快。哎呦，活了几十年了，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海鲜。就是因为我夫人啊吃了这个海鲜，恢复的很快，我们才相信这个海鲜。来，你可以试一试。哎呀，这闻着倒是挺香的。放心吃。感觉心脏倒是没有那么难受了。哎呀，我感觉血液都没那么堵了，都流通了好多。哎呀，太神奇了，老张，你能帮我引荐一下这个朋友吗？我要感谢他。没问题啊。喂，你好，哪位？我是张建强，陆小姐。哦，是张总啊，你好。是这样的，陆小姐，你的海鲜啊，治好了我一个造船的朋友，他想见见你。我打赌需要买船，张总这个朋友刚好是造船的，说不定能帮我开拓人脉，买到大船。可以啊，张总，没问题。行，那这周五我在强盛餐饮啊订个包间，就等你了啊。行，周五见。不好意思啊，我没来晚吧？哎呀，不晚，现在正好。周总，这就是我给你提的陆小姐，她自己开的海鲜店，品质都很不错，我们集团啊都在那里进货。陆小姐你好，我叫周水生。周总好，我叫陆琪。你们俩别客气了，坐。哎呀，今天让老张邀请陆小姐来啊，主要是感谢一下陆小姐。哎呀，要不是你的海鲜呀，我现在还在病床上下不来呢。周总客气了。我以果汁代酒敬陆小姐一杯，主要是感谢陆小姐，也敬老张啊。哎呀，别光喝果汁了，这海鲜都是在陆小姐店里买的，来，赶紧尝尝。是我太高兴了。陆小姐，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都能算我的救命恩人了。周总严重了，不过我确实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就是我最近想买一只大船，能去深海的那种，我想去深海捕捞，不知道您那边有没有合适的船？我就是造船起家的，想要船没有问题。只是你的海鲜店都已经扩展到深海捕捞了吗？就是啊，我记得你不是还有一条小渔船，不够用吗？张总，周总，是这样的，最近有个开发商想要拆迁我们村子，把我们都赶走，说我如果在3个月之内赚不到1个亿，就要来强制拆迁。还有这样的事儿？商业界有这种人，简直就是耻辱。陆小姐，我的公司在市中心5号，你可以随时到公司找我，相中什么款了，随时可以开走。好的，周总。你好，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你好，我是陆琪，我是来找周总买船的。好的，陆小姐，周总这几天出差了，不过他已经交代过了，您来了直接带您去找总经理。好，谢谢，麻烦了。陆小姐这边请。喂，雷老板，破觉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吩咐呀？我听说陆琪那小姑娘去你们公司买船了。是的，我们董事长交代过了，只要他这几天过来了，就让我直接跟他签合同。找你签合同，
怎么，你们董事长不在啊？我们董事长出差去了。那正好。小张啊，陆琪这小姑娘坏我好事。她去找你的话，只要你不跟她签合同，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哎，行啊，雷老板，你可要说话算话啊！放心，你只要不跟她签合同，我立马把钱打给你。行，一言为定啊！雷老板，先不跟你说了，有人来了。陆小姐，这边请。你好，我是来谈买船的。陆小姐是吧？不急，先请坐。你说你是来买船的，想买个什么样的船？我们公司就是造船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船，不知道你是需要哪一种呢？我就是想买一艘能去深海捕捞的大船。哎呦，你一个小姑娘还要一艘大的渔船，还要去深海捕捞，有点异想天开了吧？经理，你只要把船给我就行了。哎呀，不是我不给你，而是我们渔业有个规矩，这女人上船祸事连连，你一个女人在海边捞点小鱼小虾就行了，这大渔船呀，你别要了。我已经跟董事长谈好了，既然总经理不肯卖给我，那还是等董事长回来再找他吧。哎，小妞还挺有脾气的，我喜欢。哎，我们董事长啊，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既然你和他已经谈好了，这船我可以卖给你，不过嘛，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说。哎呀，我看你啊，长得还挺好看的。去这里陪我睡一觉，我可以考虑签这个合同。我很尊重你们董事长，但没想到总经理你是这样无耻的人。如果董事长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肯定会找你算账。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好你个不知好歹的臭丫头，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从这个门给我出去。干什么？放开！周总回来不会放过你的。松手！我倒是要看看今天董事长到底回不回来，你给我安生点儿。住手！住手！董事长，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不提前回来，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样对我客人的？误会，董事长，那都是误会。我亲眼看到的，告诉我是什么误会？喂，你怎么这个声音？100万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把陆琪那个少娘们赶走，不把船卖给他，我立马打你账上。雷老板，我这边有点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你不仅怠慢我的客人，而且还私下收受贿赂，为难客人，你被开除了，终身不得录用。董事长，说一时鬼迷心窍，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董事长，来人，再给我一个机会吧。哎呦，董事长，再给我一个机会吧。带走，董事长，我错了，董事长。陆小姐，真是不好意思，原本交代好的事情，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没事的，周总，坏人已经得到惩罚了。陆小姐，你心胸宽广，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陆小姐，请坐。陆小姐，这是买船合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呢，价格从之前的800万变为500万，而且你们不着急付全款，
可以先付个定金，等你们远洋捕捞回来了，结束了再结尾款也不迟。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太感谢您了，周总。哎，没什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还想着时常能吃上陆小姐的海鲜呢。啊，周总客气了，只要周总需要，奇缘海店的海鲜可以一直向周总供货。哎，那太好了。你看合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不过周总还是信得过的，这合同直接签。陆小姐真爽快，直接签。有了这个，就可以和村民们一起去深海捕捞了。祝陆小姐凯旋！我现在联系船厂。婉儿，过2天我就出发去深海捕捞了，估计一去就是1个月了。张总和周总的货我放冷库了一部分，一定要确保按时供应。好，小琪，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店里的，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希望这次出海一切顺利，我一定要守住村子。小琪啊，这次出海跟往常不一样，这深海海域我们之前都没有去过，让我们去哪儿找货呀？没关系，王叔，您就正常往东行驶，我感觉应该会有东西的。好嘞，我这就去开船。深海和近海确实是不一样，近海能很轻松看到表面有什么东西，而深海的水比较深，就算在海面也根本看不见下面什么动静。小琪，看这天气一会儿有大雨啊，要不先进船舱吧？好，李叔，你们先进去，我马上就来。好，伙计们，来，都躲躲，都躲躲，先进船舱。妈祖，陆琪，你帮助村民的善心我已经收到，接下来你的能力将会提升，你可以控制水域和里面的海洋生物，他们都会听你的。好的，谢谢妈祖。能力升级之后，就不怕在深海找不到海鲜了。不过这天气变成晴天。真的变晴了。海晶，你能帮我召集一下附近的海鲜吗？当然可以啊，主人。小琪啊，这天气怎么又放晴了呀？哦，可能深海海域本来就阴晴不定吧。哦，伙计们，出来吧！我们现在在哪里啊？这里的天气真奇怪，会不会没有货？小琪啊，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啊。这天气这么奇怪，恐怕没有海货吧？不会的，李叔，我们现在应该在深海的东侧。我们自从出港就一直沿着航线过，现在从来没有偏离过。而且我敢确定，这里肯定会有东西。伙计们，收拾收拾，准备下网吧。可这……李叔，您就相信我吧。而且我们也要相信王叔的驾驶技术，不是？也是，每次相信你的指挥啊，我们都能找到海货。再有啊，这老王都开船几10年了，叔相信你，
我这就去叫兄弟们收拾老网。好。海鲸，哇，太好了，抓了这么多，太感谢你了，海鲸。不客气，主人。李叔，可以下网了。好嘞。老李，你也是老水手了，有几十年的经验，现在需要听一个小姑娘的话收不收网？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你不能因为人家是个小姑娘就说人家不行。没有，我还有点不相信，长得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她会经常下海吗？你们再这样嘀咕，我就要生气了。等到东西捞上来，你就知道小齐的厉害了。哎呀，没有，不敢。小齐，准备收网了。好的，李叔。来，伙计们，收网，准备收网。哇，那可是蓝鳍金枪鱼啊，还有太平洋鳕鱼。早就跟你们说要听小齐的，小齐很厉害的。哇，长这么大，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蓝鳍金枪鱼，我佩服了，我是真心的佩服了。这得几千万一条啊！你看这些牡丹虾，这都是虾中极品啊！看这些的个头也都是10头以下的，光这些牡丹虾就值几百万啊！哎，那是鲟鱼，极少见的闪光鲟呐。它的鱼子做成鱼子酱，每公斤可值5万呢。这次的收获很不错，这一趟就值3、4千万了，还有3个月，只要保持这个水准，1个亿肯定能凑够。小齐，叔给你道歉，以前是叔目光狭隘了，这次我是真的见识到你的厉害了。我也是。没事的，叔叔们，这都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功劳。看看人家小齐，这才是成大事的格局，好好学学。哎，是。哎，小齐啊，听说今天挺厉害呀，捞到了不少好货。可不是嘛，老王，我告诉你，今天捕到了蓝鳍金枪鱼，我活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的。就是这次运气好。小齐啊，你这是谦虚了。就是，小齐，以后你说往哪下网，我们就往哪下，全听你的。我是真服了，真心的佩服了。好，那大家加油，我们再多捕几网就可以返航了。好。吃饭。王叔。哎，小齐啊，这趟可捞的不少啊。是的，王叔，这趟有不少深海珍贵海货，能挣不少。这好啊，这返回的路上我开着就更有劲儿了。哎，王叔，咱还是正常驾驶，安全第一呀。好。那你忙。好。喂，是张总吗？啊，陆小姐啊，哎，你这次深海捕捞顺利吗？还可以，张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说，我们这次捕捞到的海货有很多，其中就有蓝鳍金枪鱼和闪光鲟。听说这2样是极珍贵的，但是我没有联系买家的渠道，我的小店呀也卖不了那么多。看看您收吗？什么？蓝鳍金枪鱼还有鲟鱼啊？是的，张总。我听师傅们说，这种鲟鱼的鱼籽很珍贵啊。是的，陆小姐，这个鲟鱼的鱼籽啊，做成鱼子酱是顶奢级别的鱼子酱了。那张总，您看您这边，陆小姐，你只管捕捞啊，捞来以后呢，我照单全收。我这边再联系一下业内的同行们，让他们一起收。那就先谢谢张总了。哎呀，不客气，陆小姐，你的货都是极品，根本不愁卖的。好，那我回去了联系您。好嘞。哎，再见啊。各位同行，我这边的深海捕捞船队捕获蓝鳍金枪鱼和鲟鱼，数量有限，有意收购者速与我联系。哎，小齐，你看，这是我今天收的海鲜，这一筐是我的。好，王婶、李婶，我一个一个收。好，好嘞。哎呀，王婶，你这些一共2000。哎，好。
行，李婶儿，你这一筐也是2000。哎，好。哎呦，谢谢啊！小七，这次你们出海时间可不短啊。是啊，小七，听我家老李说，你们这一次收获可不小呢。收获是不小吧？我算了算账，张总买了3000多万的海鲜，还要介绍朋友来店里买海鲜。这2个月我再努力，应该能赚够1个亿。哎呦，太好了！1个亿，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钱赚够了，房子也保住了。是啊，太好了，太好了！啊，房子保住了，原来是张总帮了他。他要是真赚够了钱，房子就不拆了呀。那雷老板的100万，咱就拿不到了呀。走，我们去找雷老板，看看能不能阻止他。不能让他继续赚钱。好，走。老板，这2个人是下西村的，说是想来跟您商量卖房子。雷老板，我们打听到张总帮着陆琪卖海货，挣了3000万呢。嘿，我真小看了这臭娘们儿。对啊，对啊，我还听陆琪说，他这2个月再努力，就能挣够1个亿了。到时候您就不能拆村子了。岂有此理！我还在这儿呢，他岂敢这么嚣张？陆琪还说张总要带朋友去他的店里买海鲜。那就让他的鱼卖不出去。接下来就找人去他店里闹事，要在张总和他朋友都在的时候闹。好，我知道了，我立刻去办。哎，来，就这几个个头大的，就这些吧。好的，张总，我这就给您装起来。陆小姐，我给您介绍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刘总，也是做海鲜生意的。他这次啊，这要是尝好了，如果质量可以，他会大批收购。没问题，我一定给刘总挑最好的。好。老刘啊，他家的海鲜你就放心挑，保准你买这一次，以后总来买。嚯，这么神？可不是嘛。老板呢？给我出来！我就是老板，你这是？你怎么做生意的？这条鱼都臭了，你还卖？这海鲜质量都这么不好，什么黑心钱你都赚啊？怎么了？啊？怎么这么大声音啊？这几个人看起来不像是老板的人，说不定还会为我说话。这个店就是个黑店，居然卖臭鱼烂虾给顾客。怎么可能呢？这家店在这条街开的时间也不短了，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啊，以前买过的顾客都还夸这家海鲜店新鲜呢。他们怎么帮着女的说话？看来不能跟我一伙了。我不管，你们看吧，这就是一条臭鱼，就是不新鲜了。你说什么呢？我们店里一直卖的最新鲜的海鲜，怎么可能出现臭鱼的情况？看吧，这就是一条臭鱼，你们别想赖账。老张，这就是你介绍的店，走。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海鲜我保证是新鲜的，我们看看他怎么处理。好，行。顾客，我们店是口碑商家，如果真是我们卖给你的海鲜出了问题，可以管售后。那你们看怎么办吧？你是来讹人的吧？你这个死丫头，胡说什么呢？什么讹钱？是雷老板知道你今天有大客户，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来把你们的名声搞臭，再也没人敢来买你们的海鲜。顾客，请问你这条鱼是什么时间买的？就是今天早上。那就请把购买凭证拿出来。购买凭证？从我们店买过鱼的顾客，我们都会给购买凭证。你只要拿出购买凭证，我们就会给您认错道歉，10倍赔款。购买凭证？你在嘀咕什么呢？让你拿出我们的小票。我买完东西就随手扔了，
谁没事还留那东西？付款记录总有吧？有本事把早上的付款记录打开，让我们看啊！那是我的隐私，凭什么给你们看？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有，就是过来胡搅蛮缠的。你个死丫头，再胡说，我撕烂你的嘴！住手！没事，我们还有监控，你没有购买凭证没有关系，只要你人出现在监控里，我们也可以相信你。今天的监控我看了，你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你胡说！你行，那就报警吧，让警察处理。别报警！我开店做生意，今天更是有大顾客来。你来闹事毁坏我的声誉，你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来诬陷我，否则交给警察处理。不说是吧？报警！别报警！我说，是想要开发这里的雷老板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来你们店里闹事，让我把你们店的生意给搞臭，让大家都不敢再来你们这里买海鲜。雷老板，你越是找我麻烦，我越是要完成赌约给你看。好啊，果然是来我们市场闹事啊！向陆老板道歉，不然腿给你打断。对不起，陆老板，我不该来你店里闹事，我不该这么做。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让他们饶了我吧。多谢陆老板，您大人有大量，还不快滚！是，这就滚，这就滚！不敢。老胡，这次做的不错。陆琪有您罩着，我肯定把他控制呀，不能让他受欺负，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们就继续去巡街了。谢谢胡老大。哎，客气，放心，以后你的店我罩着，没人敢来惹事儿。嘿嘿嘿嘿嘿。张总、刘总，你们没被影响吧？没有，没事。你看，我就说他们店的海鲜是不会有问题的。对。刘总，我们店的海鲜都是最新鲜的，您接着挑。今天海鲜打折。真的？好，那这缸鱼我全要了。好的，刘总。婉儿，给刘总装鲈鱼。好嘞。陆老板，以后你这个海鲜店我就包圆了啊！有什么好货你也给我送一份，不能只给他啊！没问题，刘总。来，陆老板，这是定金。谢谢刘总的信任。陆小姐，我还有几个朋友也是做海鲜生意的，以后他们也会再跟你合作的。太好了，谢谢张总。有了张总介绍的这些老板，相信2个月后，走吧，凭我的不老，一定能够赚够1个亿。陆琪呢？老板，陆琪还没到呢。这是知道完不成任务，提前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你们别瞎说，我们小齐才不会呢。那怎么躲起来不敢出来呢？好，我们就等他一会儿。我早知道陆琪没有赚够1个亿，今天这房子我是拆定了。怎么样了，小齐？够1个亿了吗？还差最后100万。这个约定的时间就剩几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我问下张总。
喂，喂，张总。陆小姐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总马上就要过寿了，他定制的那个价值100多万的那条鱼啊，一定要给我留着。我现在就给你送钱过去，大概30分钟就到了。行，你放心，鱼我肯定给您留着。行。太好了，李总马上就会送来100万，咱就凑够1个亿了。太好了，小齐，小齐，不好了，雷老板带着拆迁队伍到村口了。这还没有到时间呢，他怎么提前来了？就是啊。没事，咱们现在就去村口，走。来，哎呀，那陆小姐终于来了，今天可是3个月之期了。怎么样，凑够那1个亿了吗？我可是提前知道消息，你并没有挣1个亿，看你怎么编。我当然挣够了。看陆小姐自信的样子，那就请拿出1个亿的凭证吧。时间还没到呢，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拿出来的。据我所知，你现在还差100万，而你的那些海货的老板都已经走了。现在还有最后10分钟，我看你怎么凑够那100万。我自有办法。倒是你，雷老板，赌约期间一直找人不停地来找茬闹事，你这么做不太道德吧？谁在找茬？我可没有。就是，你可别污蔑人啊！雷老板，我去买船的时候，你就不让经理卖给我；我在店里卖海鲜的时候，你就找人来我店里闹事。这些人可都是你指使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拿出来！拿不出来，你就是在血口喷人。就是，你血口喷人。人在做，天在看。雷老板，坏事做多了可是要遭报应的。我呸！我看你是没挣到钱，在这编造谎言，故意拖延时间呢。你是不是没挣过钱啊？那你别拖着了，你不想拆，我们还等着拆呢。就是，1个亿分到我们手中可是好多钱呢，你别耽误我们挣钱啊。好像说的也对啊，那就答应他们拆迁呗。唉，陆小姐，一个女人3个月凑不到1个亿，很正常的啊，你就认输吧，不丢人。就是，别再耽误时间了。最后的3分钟凑齐100万是不可能的事。赶紧拆迁吧，我们还等着雷老板分钱呢。没问题，都分钱。陆小姐，等我拆迁结束呀，我也会分给你钱的啊。想拆我的村子，做梦！周总应该到了。嘴还挺硬。助理，去叫拆迁队，第一个就先拆了陆小姐的家。好的，老板，就等你一声令下了。拆迁！住手！陆小姐，之前让你留的那条价值100万的鱼，今天给你送钱来了，100万。来。辛苦周总专门跑一趟，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这些一共是1个亿的支票，3个月我赚够了1个亿，我已经完成了赌约，我们的村子不能拆。这怎么可能？这完全就是运气好罢了。没想到小齐真的挣够了1个亿啊！小齐这么厉害啊！我已经完成了赌约，你们也该兑现承诺了，离开村子吧。你们这些坏人，快给我滚出去！老板，这可怎么办呀？我们走。站住！在你离开下溪村之前，先给陆小姐道歉。我已经查到了你来村子的真实目的，你是为了霸占这个区域的海洋资源，来做海鲜生意的，来弥补你之前做生意的亏空。原来雷老板就是为了霸占我们村子，根本就不会跟我们分钱。就应该呀，报警把他们都抓起来。你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生意，非得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我们也是容不下你了。从今天起，我旗下的船业集团
和所有的旗下船厂都不将会与你有任何合作，而且我会交代下去，任何船厂都不得给你提供任何船，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哼！我张建强今天宣布，我的强盛集团再也不会跟雷盛集团做任何的有关海鲜的生意。哼！同时，我作为海鲜商会的会长，也要告知所有的会员，也不会有与你有任何的合作。全完了，老板。我道歉，我道歉。陆小姐，我不是人，我不应该找人去找你们麻烦，但我也是没办法呀。那个，你能不能跟2位大佬去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自作孽不可活，我帮不了你。还有，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已经提供证据，交给了警察。警察应该马上就到。雷老板对老百姓这么坏？哎，就是，还好没答应拆房子。你就是雷盛，有人举报你找人闹事，犯了寻衅滋事罪，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哎，你们不能这么……活该！嘿，张总、周总，谢谢你们。没事儿，不用客气。不客气，这些坏人得到他应有的报应。我保住村子了，妹妹，你回来也能找到家了。陆琪，你是挣够1个亿了，但是我们大家还是没钱呢。对啊，本来还有雷老板给大家分钱，现在1分都拿不到了。我可以带大家一起挣够1个亿，只要大家相信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挣了1个亿又不会跟我们分。跟我一起出海的人都拿到了相应的分成，乡亲们，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出海，都能挣到钱。对，我们相信小齐，我老公就是跟着小齐出海挣钱的。对，我老公也是。我也相信小齐，我跟着你。我也愿意。我答应带大家赚钱，这次由我亲自带队，带领大家出海。只要大家听我的，跟好船只，我保证大家的安全，并保证大家都能赚到钱。好，小齐，你放心，我们一定听你指挥。大家听小齐的，跟着小齐干，一定能赚到钱。好，大家出发。好。海龟，帮我召集附近所有的海鲜，在咱们的海域，我需要你们。好的，主人。王叔，向南行驶。哎，好的，小齐。所有人向南行驶。收到，收到。李叔，收拾，准备下网。好嘞，兄弟们，准备下网。得嘞。王叔，就这里了，别开了。哎，好嘞，我现在就停下哈。所有人停止行驶，在这里下网。李叔，可以收网了。好嘞，兄弟们，收网。好。这次的野生大黄鱼数量多，虽然个头不如上次，但是也值1000元1斤了。哎呦，小齐，咱们捕到银鲳了，这都是1斤以上的呀，这都得300-400斤吧？哎呀，小齐啊，你也太神了！我们船上捕到野生斗星斑了，价值500一斤嘞。小齐，我们船上也捕到瑶柱和曼氏无针乌贼了，这是我们赶海以来从来没见过的海鲜。好，看来所有船的收获不少，大家这趟辛苦了，准备返航。收到，收到。王叔，准备返航。哎，好的。喂，张总。
我这次带着村里人出海，捞到大量好货，你和李总要不要来收了？行，我这就叫上李总。货很多的话，我得叫上老刘。好的，张总。这次出海，大部分的村民都去了，所以货很多，我们就在码头卸货，直接来码头就行。行，马上到。哎，慢点，慢点，那边，大家都搭把手啊！大家加把劲，张总一会儿就来收大家的货。太好了，这次出海啊，真是跟对你了，以后我们几个都听你的。就是，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多亏大家信任，才让我们捞到这么多好货，我绝对不会辜负大家信任。陆小姐，我们来看看货。伙计还在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海鲜主要有野生大黄鱼、银鲳、野生东星斑、青蟹、曼氏无针乌贼和瑶柱。那个大黄鱼不管有多少，我全包了。行，那银鲳东星斑还有所有的蟹类我包了。哎，你们这次还捕到瑶柱了，这在我们运输上那是极少见的。这样，瑶柱我包了。没问题。把车开过来吧。好的，老板。那我直接让他们把海鲜装上车。大家辛苦了啊。辛苦大家把海鲜给3位老总装上车。哎，好嘞，好嘞。嘿，你把那个。陆小姐，那我们把账给算一下。行，我们这次的海货也是按船分的，都不一样，我们就整船算钱。那这样就方便多了。那这样，150万一船。那2条船的货是我的，我看也差不多值150万，就按150万给。我这单瑶柱呢也是比较珍贵的，这样我也是150万，好不好？行，那我让人帮忙装车。小齐啊，这次是不是挣了很多钱啊？我们这次啊，每条船都赚了150万。那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30万了。30万！我的天哪，这比我出海1年挣的都多呀！别说赶海了，就是我们每天出去捕鱼的都赚不了这么多。这次还多亏了小齐，不仅指挥我们去哪里捕鱼，还能帮我们卖掉。这钱啊，我还不信。这次啊，我真的是服了。以后我都听小齐的。对，我们也都听他的。虽然这次没有让大家每人都赚到100万，但是我保证，到了年底，每个人都能赚到100万。我们相信你。小齐啊，我听说你这次出海挣了好多钱啊。也不算多，跟之前答应村民的100万还差很多。没事儿，一次不行就多出去几次呗。你都不知道，自从你带大家挣钱之后，好多婶子都想让你带着他们家人呢。这个店确实也是太小了，还得再扩大一点。我觉得你都可以自己开公司了。你有张总、李总这样的大客户、大老板，肯定可以自己开公司的。对啊，你说的对，我们的海鲜能治病，这个口碑已经打出去了，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品牌，然后让村民们入股。这样以后在捕鱼期，我们有大船和小船一直打捞，到了禁渔期，我们也有公司的分红，这样就不怕村民们在禁渔期赚不到钱了。对啊，这样就可以一直赚钱，我觉得大家会同意的。行，我这就去找村长。村长，小齐，来，坐。哎呀，小齐啊，听说你刚带大家赚了30万，很厉害呀。这没什么的，村长，
我来是想跟您商量件事。哦，什么事儿？你说。村长，我想成立自己的公司，让大家都入股。哎呀，小齐啊，你想开公司是件好事儿，不过赚的钱都装到了大家口袋里，大家不一定会愿意再拿出来，也不一定会再入股。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不愿意，所以这不是才来请村长您帮我号召大家。村长，你看，现在是捕鱼期，所以大家才一直有活干，可以赶海出海。但是如果到了台风天气和禁渔期的话，大家不就没法捕捞了吗？那生计不就断了吗？你说的倒是有道理，就是不知道你想让大家怎么入股呢？我的公司肯定是我出的多嘛，我自己这段时间挣的钱可以全部投进去。如果村民想要入股的话，每个人投10万就行，我可以每个月给大家分红。而且如果想要跟着我出海的，大家可以一直在我的船上干活，工资照样给。要不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村长，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我这也是为大家考虑嘛。而且村民的收入提高的话，这不也是村委会最想要看到的吗？是啊，话是这么说。行，这样吧，我召开个村民大会，问一问，看大家愿不愿意，然后再做决定。谢谢村长，那我跟你一起去。好。今天呢，召集大家来呢，有个事情说一下。咱们村的陆琪啊，要开公司了，这也是咱们村开的第1家公司，值得庆贺呀！好，厉害呀！哼，神气个啥？有啥了不起的？就是。当然了，这陆琪开公司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地开个会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愿意入股他的公司，那散会之后去找他报名。入股公司呢，也是对大家有好处的。村长，入股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是这样的，入股呢，就相当于是投资。在公司创立初期，大家为公司投钱，等公司运转起来，是可以拿到分红的。那我们需要投多少钱啊？愿意入股的以家为单位，每家出资10万元。等公司正常运转起来，每家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分红。10万块钱，这可不是小数字啊！是啊，我们上次跟小齐出海，刚分到30万，这么快就要分出去1/3了。那我们没有跟着出海的，没有这10万怎么办？没有10万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资入股。当然，能拿到的分红还得看入股的钱数。那你这分红是要等到公司盈利之后才会给吗？是的。那公司一直不盈利怎么办？他说的有道理啊，公司不盈利怎么办？我相信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而且除了分红之外，大家跟着船队出海的工资还是可以正常拿到的，这也算是另一种保障了。而且大家想想，如果到了禁渔期或者说台风天气，大家无法出海劳作，却还能拿到分红，这也是另一种挣钱的方式。你上次还说带大家挣100万呢，到现在都没实现，你让大家怎么相信你啊？我这次开公司就是为了实现我之前说的，带大家人均挣够100万。大家好好想想啊，这公司一直不盈利，这10万块钱得打水漂了呀。说的是啊，现在10万块钱放手里还是很值钱的，万一打水漂了怎么办？哎呀，这说的也有道理。就是啊，我同意入股。哎，我入股10万。小齐认识那么多人脉，还怕运转不起来？就算小齐认识张总，也不能保证一直挣钱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小齐只认识张总呢？我们还认识好多总呢。我之后还会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而且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在年底公司还没有盈利，我会把大家入股的钱全部退还给大家。这好像挺不错呀，就算没了，本金也会还我们。这么多钱，存银行利息都不少呢，你还本金有啥用啊？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啊，人家小杰说什么，你们俩反驳什么？要不入股就别入，不要总阻挠别人嘛。真是。王婶儿，现在是讨论会，谁都有发言的权利，你凭什么说我们阻挠别人？就是，又不是谁都像你一样要投。我对我自己的公司很有信心，入股也是自愿的，愿意入股的可以一会儿来我这里报名。我报名，我之前就是跟着小七跑船的，我相信他。我也报名，我相信小七。大家不入股你们就闭嘴吧，没看见这么多愿意入股的吗？好了好了，安静。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有愿意的下来找小七报名。好，散会。我报名，我报名，我报名，我报名。大家一个一个来，排好队，一个一个报名。喂，哎，张总，我打算开个公司，成立自己的海鲜品牌，想请教一下您，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还有，想请您入股。开公司好啊，那你先申请公司的名称，提交公司地址，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就行。入股啊，可以，我入股，我相信陆小姐。好的，谢谢张总，谢谢张总的信任。太好了，终于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我一定让大家都能挣到100万。小琪，恭喜你！还要挣大钱才能开始找妹妹。走吧。咱们倒数3个数，一起剪彩啦！3、2、1，剪！好！太好了！小琪，咱们现在的海鲜多了，但是大客户有限，如果不开发客户源的话，海鲜肯定积货了。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行。现在就连张总的朋友也都买过货了，得抓紧去寻找新的客源。喂，陆小姐。张总，您那边的朋友还有没有需要海鲜的呀？怎么，我订的货还不够多呀？除了您和其他老总们订的货，我这还是剩下很多海鲜。好，我再问问我夫人。你周末可以到我家，她这个时候在。好，谢谢张总。好。张总，很感谢这段时间您对我工作的支持，但是最近海鲜有点多，有的海鲜都已经开始囤积仓库了。陆小姐，别担心，我已经给我的好友安娜通过电话了，她在内地做海鲜生意，今天刚好有空来我家，一会儿来了，你们见面聊。谢谢夫人。别客气，陆小姐，你的海鲜有特殊的功效，我还是靠着它们身体才恢复过来的。亲爱的，好久不见。安娜，你的性格还是这么的活泼，来，快坐。亲爱的，活泼显年轻，你就是太安静了。这位就是陆小姐吧？终于见面了，我是安娜。你好。我听说安娜姐你是在内陆做海鲜生意的，我可以做你供货商，我的海鲜品质可以保证。陆小姐的海鲜我可以保证，而且还有治疗身体的功效呢。我的身体就是吃了陆小姐的海鲜才恢复过来的。陆小姐自己开公司了，我的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她那里进海鲜。行，那我也不用考虑了。本来这次来沿海呀，想考察一下这边的公司，这下呀也不用考察了，就你了，陆小姐。由你们公司供货，我负责在内地销售。行，我没问题。现在新的客户源是找到了，而且还是整个内地销售的大客户。但是内地距离海域要几千公里，我们捞上的海鲜要怎么保持新鲜的状态发往内地？这可怎么办？主人，你可以造一艘冷冻技术好一些的船，这样就不怕不新鲜了。
对啊，我可以找周总帮忙，他是造船的，说不定有这样的船。哼，小乌龟。周总，您的船厂有没有冷冻技术好一点的船？我开拓了内陆海鲜销售渠道，但是没有运输冷冻船。我们船厂没有，以前没有造过这样的船，没有这样的技术啊。行，好的，周总，那我再问问别人。还能再问问谁呢？还是再问问张总吧，他的人脉比较广。喂，陆小姐。张总，我现在这边需要一个冷冻技术好一点的船，把海鲜运往内陆。但是周总没有造过这样的船，您那边有没有懂技术的？林总是搞技术的，我帮你联系一下。那就约我们办公室见面。好，谢谢张总。张总，请坐。等会儿林总过来。行，谢谢张总。林总，这位就是陆小姐。林总，久仰大名。坐。林总，我这边需要一辆冷冻技术强的船，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技术研究？我们公司啊，确实有涉及冷冻技术。你说的，我可以让我们技术人员做到。那真是太好了。我知道研究需要很多钱，但只要张总您这边愿意跟我合作，不管多少钱，我都会承担。钱的事儿，咱先不提。听说你的海鲜可以恢复身体。可以的，林总。是谁需要治病吗？我女儿啊，最近得了厌食症，家里做的所有东西，她都不吃啊。你的海鲜能不能帮助她恢复身体？如果你能治好她的厌食症，那我就跟你合作。可以的，林总。那我周末就去你家。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一言为定。那里应该就是林总女儿的房间了。妹妹也喜欢兔子，真希望能早点找到妹妹。你好，是陆小姐吗？对，我是陆琪。林总交代过了，您到了，我直接带您去厨房，请跟我来吧。陆小姐，请。哟，现在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当厨师了。哼，笑话，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以为会做几个菜就能来拿奖金了。我们要是赢了他，岂不是胜之不武？就凭你也来和我们竞争，牙长齐了没啊？哼，请你们说话放尊重点。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能跟我们几个在同一个厨房做饭，就够你这辈子吹的了。做饭凭的是技术，而不是你们在这儿耍嘴上功夫。就你还能说出技术来？我告诉你，我可是给沃斯总统做过菜的人。我是得过全国厨师冠军的人，和我比技术，你还不够格。我是前任新东方学校行政总厨老师。你呢？你以前是干啥的？你就看他那副穷酸样，看起来也不像是会做菜的样子。哼，也不知道林总怎么把你也叫过来。哼，以为什么奖金都能拿。看来他们是冲着奖金来的，不管他们了，一群神经病，我只要拿下合作就行。哼，这死丫头，她不理我们。哼哼，你们有功夫在这说话，不如早点把菜做出来。还用你这个小丫头说？我们也做菜，让她知道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厨师。各位做好的，请到餐厅等待。我以为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连菜都算不上，还敢给林小姐吃？哼！
就一个破炒饭，以为自己多了不得呢。管好你们自己。这次奖金我们拿定了。哎，他现在拽什么拽？一会儿拿到奖金就让他跪下来给我们磕头。哼！我劝你还是早点退出，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就凭你那盘破炒饭，根本不会得到林小姐的青睐。她最后肯定还是吃我的帝王蟹。我的帝王蟹那可是进口最好的。林家可是整个技术行业的翘楚，怎么会看上一盘炒饭？真是可笑。林小姐喜欢吃鱼，肯定是我的清蒸鱼。就算你们用的食材再昂贵又怎样？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山珍海味。你别以为进到林家做饭就能和我们一较高下，你和我们还差得远呢。你们不用在这里激我，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当然跟你不一样，我们的荣誉是你这个穷丫头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就是，小心我们让你在整个厨师界都抬不起头。你们好可笑，我又没说过我是厨师界的。不就是在哪个不知名的小饭馆当了几天做饭的，真以为自己是厨师了？小心我们让你的那家小饭馆倒闭，让你从此失业。话别说得太满，最后失业的应该是你们。你，小姐吃饭了。小姐吃的肯定是我做的牛排。小姐肯定吃我做的帝王蟹。小姐喜欢吃鱼，肯定是我的清蒸鱼。小姐吃的是海鲜饭。小姐，厨师们把饭做好了，进来。小姐，可以用餐了。知道了。这炒饭看起来好香啊。怎么有种熟悉的味道？好吃好吃好吃，我一定要知道是谁做的。刚刚那盘炒饭是谁做的？炒饭？我没做炒饭啊。肯定是嫌炒饭的档次太低，还给林小姐吃，惹怒了林小姐。是她炒的，大小姐发脾气可别连累我们呢。大小姐，是她做的。林小姐，海鲜炒饭是我做的。你也是厨师吗？你是怎么做的那么好吃的？我以后能经常吃到你做的饭吗？好啊，我听到我们的鱼儿在夸谁做的饭好吃呢。爸，就是这位姑娘，她刚刚做的海鲜炒饭可好吃了。我们鱼儿终于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陆小姐，快请坐。陆小姐，没想到你真的治好了我女儿的厌食症，能不能请你再帮鱼儿做饭1个月？当然，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当然可以，林总，我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能得到你公司的冷冻技术，到时候能造出一艘特殊的船就行。可以，我答应你，明天我就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开始做研发。多谢林总。是我们应该谢谢你呀，多亏了你，我们的鱼儿才能又开始喜欢吃东西。是啊，谢谢你啊，陆小姐。你们客气了。没想到我们竟然输给了一个只会做炒饭的小姑娘。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得学会尊重别人。
陆小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他们几个自以为是主厨，就觉得一定能赢得奖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根本就不是为了奖金来的，所以我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几个还有脸站在这儿？就你们这种品行，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林家以后永远不会再聘用你们。还有，我也会告诉我的朋友们，就你们这种行为，不值得为人们做美食。滚！喂，林总。陆小姐，之前说的冷冻技术我们已经研发成功了，具体事宜我会让技术的核心人员去你们公司找你对接，应该马上就到了。太好了，多谢林总。进来。林小姐，怎么这么惊讶？刚刚林总打电话过来说有技术人员来找我对接，没想到居然是你。还没正式给你介绍我自己，我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专门攻克各种冷冻技术，很高兴和你合作。冷冻船的冷冻技术一共分为6大板块，我们按照这个图纸进行搭建，就可以完成冷冻。林小姐，真是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完成这项技术，我们以后还可以跟更多的船厂进行合作。我一会儿就联系船厂，把你们的技术同步给他们。有了这项技术，我的海鲜船就有了绝对可靠的完整生命支持体系。真是太感谢你们了。那就祝你成功，也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喂，安小姐。陆小姐，这段时间找我订货的客户越来越多了，之前那些客户对你提供的海鲜也是赞不绝口。正好啊，马上过年了，我想直接订接下来半年的货，定金呢马上打到你公司账户上了。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信任，很高兴能跟安娜姐继续合作。不客气，亲爱的，主要是你的货好，我们才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小齐，这是今年财务部出的年终报告，需要你确认之后签字。太好了，所有人的分红年底都能分到100万了。婉儿，我做到了。小齐，恭喜你，我一会儿就跟村长说。妹妹，我已经攒到钱了，你一定要等我找到你。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在过去的1年中，很高兴啊，咱们村出现了一个年轻优秀的企业家陆琪，感谢他带领大家把咱们年收入挣到了100万，让咱们村的钱包鼓了，日子火了。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明年会更火。好！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乡亲们，很高兴能实现之前给大家的承诺。明年我也会带着大家挣得更多。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好！我明年加入公司可以吗？当然可以，
起源海鲜一直欢迎乡亲们的加入。我也去。张总、夫人，新年快乐！我带了点海鲜给你们。陆小姐有心了，把这个放到厨房，一会儿就做了。是夫人。陆小姐，请坐。张总，这次来拜访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就是我从小就有一个妹妹，但是她在5岁的时候走丢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张总，你人脉广，就想拜托你帮忙打听一下。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好的，陆小姐，没问题。亲爱的，我来拜年了。安娜，你来了，来，快坐。这么巧，陆小姐，你也在这儿啊？我来想找你有点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当面感谢安娜姐呢，多亏你在内地的销售，让我们业绩更好，都分到了100万。哎呀，这没什么的。我这次来呀，是想问问你，你们这里除了盛产海鲜，还有什么值得玩的地方吗？我的朋友们和客户呀，都向往海边，尤其是吃完你的海鲜之后啊，更是想体验一把亲自玩海的乐趣呢。那我这次回去想想考察一下，等过完年我就邀请你去吧。一言为定。张总、夫人，可以开饭了。好，我们今天正好吃个团圆饭，走。最近天气不错，有很多内地游客想要去我们那里旅游，我想邀请你去我们那里体验一下，给点建议，可以吗？当然可以啦，我这周末就有空。你们这边海边的天气真的很美，我很喜欢。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有点不太好走。行，我知道了，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慢点。这都是用的我们村自己的海鲜，你们慢用。尝尝吧，我们做的海鲜保证好吃。看起来很不错啊。你这么喜欢海鲜炒饭吗？虽然没有你给我做的好吃，但是也不差。但是我今天这一天啊，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你们村子里靠近海的地方景色都很不错，但是建筑有点落后，住宿可能有点困难，这路也不太好走，娱乐设施也没有什么。但是海鲜真的很好吃，就是吃饭的地方太少了，目前就只有咱们现在这一家。你说的有道理，我都记下了。快吃吧。村长，我有事情找你商量。小七，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来，快坐坐。村长，我有一个想法，能带大家赚钱，就是改造一下咱们村，把咱们村打造成旅游胜地。我们村的房子都存在这么多年了，怎么改造啊？现在买我们海鲜的很多内地客户都没有来过海边，他们吃到我们的海鲜就很想来旅游看看，但是咱们村比较落后，房子也太老旧了，除了海边也没有其他能让游客们游玩。可是咱们村的房子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完全没有旅游的地方啊。所以说这才要改造嘛，我们可以把村子打造成一个旅游胜地，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游客们来游玩，他们游玩的话肯定是要消费的，如果他们在这边玩的满意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游玩，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我们村旅游消费，这样既能挣钱也能宣传咱们渔村，双赢。听着倒是不错，不过具体该怎么做呢？村长，这是我们公司做的文旅方案。首先的话是要把咱们村的路先修了，俗话说想致富先修路，
咱们村通铺柏油路，然后就是房子的升级。现在咱们村的村民生活还算富足，把自己的房子修好一点，他们住着也舒服，并且多出来的空房间也可以租给我们的游客们，一举两得。其次的话，我们村还要再增加一些游乐设施，比如游船、海钓、抓虾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村要建一个文化长廊，里面可以展示我们村的一些村规民约和优良村风。哎，我觉得你说的可行，我同意。好，您再看看。那个，今天开这个会呢，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咱下一步这下溪村改造文旅新村的意见。下面呢，由陆琪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好，乡亲们，我们的海鲜很受内地客户的喜欢，因为他们没见过海，也想体验一下咱们的海边生活，所以我公司打算把咱们村打造成一个文旅一体的新渔村，让咱们能一直赚钱。什么叫一直赚钱呢？游客来咱们村消费，不就是咱们赚钱吗？他们玩得好了，回去告诉更多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游客一直来咱们村旅游，咱们村就会一直有消费，这不就让大家能一直有钱赚。那怎么改造呢？我们公司会出钱帮忙把村里的路修好，大家只需要把自己的老房子重新加盖装修就好了。为了让游客来能有地方住，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盖房子的时候能多盖几个房间，这样到时候空出来的房间租给游客，这又是一笔收入。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游客入住呢？盖那么多房子又不住，这不是白浪费盖房子的钱吗？游客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内地的客户就有100-200人，只要大家做好了接待，游客数量就能变为1000人，甚至是1万人。可是这老房子都住了几十年了，都有感情了。哎呀，说的是啊，说的是啊，就是啊，这房子说改就改，哪那么容易啊？其实改造房子也不只是为了让游客住，也是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住得舒心舒服。我们每天起来面对着干净的地板、明亮的厨房，自己看着舒心，挣钱的动力也更足。我觉得小齐说的有道理，我们老李家同意改造。哎，我老王家也同意改造。为了体现我们村良好的风俗，我准备在咱们的村口建立一个文化长廊，会把我们每家的优秀事迹都张贴在里面，并且做出一个独属于我们下溪村的乡风文化。这还不错，这太有意义了，觉得还可以。我们村有乡风文化吧？怎么没有啊？这小齐自己挣的钱，还不忘了带领我们大家致富。现在我们大家生活都好了，我们再也不用过上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乡风。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是啊，我也觉得这样好。等村子改造好，妹妹回来也能有更好的环境了。进。小齐，这是项目部新出的这次文旅渔村项目的策划案。好，我等会儿看看，通知各部门负责人，10分钟之后会议室开会。好的。下溪村的项目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的建议是，村里所有的道路都通铺上柏油路。市场部联系一下卖沥青的公司，尽快落实。好的，陆总。我建议村里面还需要有休闲广场，我们的游客很多都是全家出行，可能会带来一些孩子。那么在休闲广场上，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些儿童游乐设施。但是注意，在安全游乐设施之间，安全性很重要。我建议可以把游乐设施融合村子的特色，因为咱们这里主产海鲜，所以可以建一个以海洋动物为主题的儿童乐园。这个建议好。可以，策划部记一下，回去完成方案。收到。我们这次的项目主要是村民的房子改造，我建议临近路边的每家都盖成2层小洋楼，房子刷上蓝色漆，并且在侧面可以画上各种海鲜，这样可以让游客一下子注意到，提高游览的兴趣。好的，
另外，房子改造申请的审批流程怎么样了？房子改造申请，县政府已经批复了，接下来就是去自然资源局去申请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和用地手续就行了。用地手续已经上报，就是许可证需要您亲自去申请。行，没问题。现在已经周5了，周1早上我去一趟。对了，把许可证的申请书拿到我办公室。好的，陆总。小齐，申请书需要盖一下章。我听行政部门的同事说，这个发许可证的地方有个领导很难讲话的。这个证恐怕不好批啊。没关系，只要我们的方案做得足够好，我相信领导会满意的。希望一切顺利吧。希望今天能够顺利拿到许可证。我孙女掉河里了，求求你救救她！我孙女掉河里了，求求你！阿姨，怎么了？求求你救救我孙女，她掉河里了，求求你救救她！阿姨，求求你！您先别激动，你慢慢说。你孙女怎么了？我刚刚去给我孙女买棉花糖，我说让她在原地等我，可是我回来她都不见了。这是她的鞋，她肯定掉河里了，求求你救救她！阿姨，我知道你说的了，是那个超市吗？行，你先在这里别动，我去看看，一会儿再回来，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小鱼，小鱼，主人请吩咐。拜托你帮忙找一个小女孩，她不久前就在河边玩耍，她奶奶说她掉到河里了，我得先知道她人在哪。刚刚河边有个小女孩往东边去了，没有掉进水里。我刚刚在东边见到她了。好，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小金鱼。不客气，主人。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是之前救我的那个大姐姐。小妹妹，你奶奶找你快找疯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在这儿看这只小乌龟呀。好了，跟我回去吧，先穿上鞋。走。奶奶，总算把你找到了。没事的，阿姨，小妹妹只是在那边看乌龟。谢谢你呀，你可真是善良的大好人。不客气，阿姨。小妹妹，以后可不能再乱跑了。姐姐，我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郑局长，这个策划案你再仔细看看，我相信您会满意的。不好意思，您过几天再找吧。我现在没时间看你的策划案，我的孙女找不到了，我要赶紧去找我的孙女。不是，郑局长，先别着急，来。哎呀啊！哎呦，我就是要来跟你说啊，幸亏有好心人帮忙，这才找到了，没事了。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小姑娘，你怎么在这儿？阿姨，小妹妹，我来找郑局长审批项目方案。你们认识啊？就是他帮忙才找到的孙女，还有上次孙女掉海里也是他救的，真是太谢谢你了，小姑娘。不客气了，阿姨。爷爷，就是刚刚这位姐姐帮我找到奶奶呢。哎呀，谢谢你，小姑娘，我这就给您看方案。好。哎呀，郑局长，我们这里的下溪村是打算改造成第一个文旅融合的新渔村，既能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宣传渔村。这个方案我看了，不仅可以宣传你们村，也可以宣传我们县，我觉得不错。这样，我给你拿许可证。太感谢了，郑局长。你的证书我批了，希望你们村做好带头模范作用。好的，郑局长。这上面的照片是陆小姐吗？是我，赵总。我没说错吧？
陆小姐可是很厉害的。走吧，我带你们尝尝新鲜打捞的海鲜做成的美食。这些都是我们的特产，这个鲅鱼馅饺子也是我们手工现包的，欢迎各位老板品尝。我可得好好尝尝，以前没吃过海边新鲜的海鲜。可不是嘛，等我过几天回去，从这里给这个捎点特产回去啊。陆小姐请放心，你们村这么漂亮，我回去一定会给身边的朋友介绍一下，因为他们还没有来过海边呢。那就先谢谢陆总，我肯定还会再带我儿子来一趟的。小齐，这是几个婶子送过来的锦旗，他们说你的文旅项目真好，每天在家做饭都能挣钱，而且经常有游客来玩。大家满意就好。喂，张总，不知道上次跟您说帮忙打听我妹妹的事情有进展了吗？我打听到了，有个富有的家庭啊，收养的，跟你妹妹的年纪差不多。详细情况呢，我得问问。好，谢谢张总。哎，好。妹妹，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小齐，找我啊？把这邀请函多做几份，发到我们的合作好友们。好的。婉儿，我想这次他们的参观体验用你来代替讲解，相信可以的。行，我试试。今天的话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去游览夏溪村。我们夏溪村的话呢，今天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坐一下游船，到我们那边吹吹海风。还有呢，可以去进行一个捕捞区域的一个海钓，而且这是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一个旅游项目。这里风景啊，可真不错呀！我之前给你买珍珠的时候啊，这里还是泥滩，现在改造的很好看了。哎呀，这海风吹的呀，真舒服呀！啊，爸爸，我听着他们说的海钓好像很有意思。好，等会儿啊，带你去玩玩看看。好。林小姐，怎么这个表情？发生什么事了吗？刚才收拾东西，发现我的玉坠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那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联系小齐，也帮着找一找。你的玉坠长什么样子啊？是八卦阵的形状，但是只有一半。从我记事以来就一直带着它，但是刚刚不见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去找。那我把玉坠的照片发给你，就拜托你们了。好。小齐，你在家吗？怎么急匆匆的？发生什么事了？小齐，是林小姐，林小姐的玉坠丢了。这个玉坠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了。玉坠？什么样的玉坠？你们今天都去过哪里啊？今天我们去了海上坐游船，林小姐还玩了海钓，而且我们还去了文化长廊，恐怕是掉海里了。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姐，你说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那个，我回去拿手机，你把照片发给我，咱们分头找找。好，我这就发给你。海龟，海龟，我需要你们帮我找一个玉坠，是个半圆形，在码头往东的海域。好的，主人，你去码头等我们吧。主人，找到了，在码头。好，我现在就去。这玉佩就是妹妹的。
小姐，就是妹妹。妹妹，我终于找到你了。妹妹，我终于找到你了。别担心，林小姐，昨天我和小七找了一整天，小七说找到了，让我们在这里等她。肯定是找回来了的。好，陆小姐，这个玉坠你也有。妹妹，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姐姐？太好了，我们终于重逢了。